咱们中立球迷最想看到的局面，到最后一轮的英超，也许曼城和阿森纳现在可能会同分。可是换个角度，阿森纳的球迷是真的惨呀。我们这些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中立球迷的幸福，是建立在他们的悲楚之上。就像赛后的比席尔瓦说的，2周前我们根本没想过还能追平阿森纳，但今天这场胜利对我们非常重要。如果赢下补赛，那积分就将和阿森纳持平。现在我们有机会站在同一起跑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很早之前就做出了决定，这就是我在曼城的最后一个赛季，所以整个赛季我都带着这份情感在踢球，因为我知道自己的选择。我只想用奖杯为这段旅程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为曼城倾尽全力，直到最后一刻。今天的比赛，其实阿森纳刚开场还打得不错，而且并没有像部分人想的那样，始终90分钟都龟缩摆大巴。上半场阿尔特塔的布置，阿森纳的前场紧逼，甚至抢的曼城是手足无措。相比之下，曼城对阿森纳后防线的紧逼就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可以说，阿尔特塔和他的教练组已经做到了极致，起码在开场。不过第16分钟，巨星闪光的一幕出现了，切尔西是一条龙闯入禁区，推远角得手。这个一条龙的动作衔接和最后的射门进球打的远角死角，阿森纳的后防线加布里埃尔、萨里巴还有门将拉亚是毫无办法。可谁都没有想到，短短2分钟后，曼城门将多纳鲁马出现了我看球几10年来没有看到过的超巨失误。停球不仅没停好，而且直接被对面的哈弗茨将球挡进了曼城球门。阿森纳1-1扳平。从此后一直到第65分钟，可以说阿森纳正在联赛夺冠的道路上，在自己的轨道中缓慢滑行，等待着比赛的结束。不过也就在第65分钟，场上拿球威胁最大的多库利用爆发力突然持球窜入禁区，将球传给奥莱利，奥莱利传中，哈兰德卧射破门。在比赛的最后30分钟，阿尔特塔不断调兵遣将，阿森纳的球员不断的想再进一个，想扳平比分，可是没有任何办法。平时在训练里没有能够把传控练得太好，这关键的时候就拿不出来真东西。就像加布里埃尔在第80分钟脾气失去了控制，对着哈兰德顶牛，双方都拿了1张黄牌，并且今天的加布里埃尔已经尽了全力将哈兰德的球衣都撕碎了。在比赛的最后的时刻，阿森纳右路的传中妙到颠毫，中路的哈弗茨包抄头球破门，虽然顶得极好，但没有破门，球稍稍高出横梁。随着这一幕，最终阿森纳在掉链子这件事上就没有掉过链子。今天其实包括像场上的埃泽也打了门柱，今天阿森纳算是在客场踢得不错了，2个门柱运气也差一点，可是看球的感觉呀，在你知道阿森纳要掉链子的时候，那他就是掉链子。而在不掉链子这件事上，阿森纳也一直掉链子。阿森纳球迷能不绝望吗？每次都是前期巨大领先，后期就开始苟着冠军就没有了。关键的时刻，每一名球员都把握不住机会，每个人都在掉链子。今天要不是多纳鲁马的巨大失误，那么阿森纳在运动战仍然没法进球。而最终他们的中锋泽凯赖什80多分钟才拉出来，85分钟才换上去。阿尔特塔关键时刻确实没有那种坚决的气质，虽然他想打的是防守型足球，但距离过去的穆里尼奥就差了那么股子血性。当然徒弟和师傅一个样，曼城瓜迪奥拉这边换人也换得晚。想想在阿森纳刚打完第32轮的时候，当时还领先曼城有9分，那么为什么又走到今天？为什么赛季又面临可能的4大皆空？哎呀，真的气！但更差的是运气，在运气之上的没有那种孤注一掷的气质，总是什么都想要，最后什么都没捞着。所以纵观全局，今天切尔西，今天的曼城能拿下比赛也是实至名归。切尔西在场上的梅西操作各种花活，禁区内单挑4个后卫，还把对方都过干净了，甚至打门也晃过了世界级的门将拉亚，更别提今天面对的是世界上最顶级的一支阿森纳防线。最开始曼城引进他是想把他当作威尔茨的替代品，可现在英超方面，切尔西能不能教威尔茨该怎么踢球？大师级别的切尔西的发挥，所谓天才就是这样的，他能打出来的画面，别人一辈子努力练也打不出来。未来的10年，曼城最好的10号位核心已在队中，要是能都有今天这个状态，法国国家队的主力也应该是他。在场上他只要拿球，曼城球迷就特别放心，而塞门约只要拿球，或者是传给塞门约的球，他的 first touch 都停不好，这种对比太明显。所以10号位切尔西不是吹牛吹出来的，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顶级的进攻型中场，让人不得不佩服曼城买人的眼光。
朋友们，今天的直播中，我们是一起观看了曼城对阿森纳的天王山决战。感谢在直播间大家的留言风趣幽默，这也让老 K 度过了一个欢快的足球周末。所以喜欢本节目，欢迎您订阅，也希望您打开小铃铛点击全部，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咱们的节目。谢谢大家，咱们继续。而今天场上甚至比他发挥还要亮眼的，竟然是咱们左后卫奥莱利。奥莱利哪里像个左后卫，他不断的出现在后腰、前腰甚至前锋的位置上。在边路一个人被对方3个人看死的情况下，他1过3把球摘出来再传给队友。这样的奥莱利给人的印象实在太深，看着人高马大，但脚下的活儿倍儿细，脑子倍儿好使，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顶级边锋呢。上个赛季奥莱利已经很出色了，而本赛季更是究极进化，这才是曼城青训营数1数2的牛逼。至于过去的太子福登，好好向奥莱利学一学吧。不仅是强的可怕的战神，而且在场上阿森纳球员和曼城球员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还能看到人群里最高的那个也是我们奥莱利。今天曼城的比赛基本就只有奥莱利和切尔基能够稳定的控球，稳定的传出威胁球。右边的努内斯偶尔也还行，这有身高有速度有技术有身体又有脑子，奥莱利当之无愧是现在英超第1边后卫。今天数据方面，地面争抢是6次成功3次，争顶3次成功2次，3次解围2次拦截，1次抢断1次门线解围，关键传球1个，创造进球机会1个。奥莱利过人2次成功1次，当选全场最佳。并且在曼城今年最后冲刺追赶阿森纳的阶段，奥莱利近4场比赛连续造了5个球，对手可全都是 Big 6的球队。此前的3场比赛他已经是3个进球1个助攻，今天在1比1的关键时刻又是奥莱利再次送上助攻。这种又有身体又有技术而且踢球特别猛，大英格兰终于有了伟大的左后卫。所以曼城的青训现在也整得真是不错，挺靠谱的。无论是英格兰本土还是海外的小球员，许多潜力股在年少时就被吸引到了曼城青训，这比到了一线队的时候花几千万到处刮彩票可靠谱多了。这10几年曼城的整体运营，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实越来越好，整个曼城的系统搭建专业化程度真的很高。当然奥莱利还很年轻，千万不要把他给吹爆了，他的技术意识身体素质都很强。当然我们不能忘记在欧冠打皇马的时候被巴尔韦德给爆了，当然那一场也跟瓜迪奥拉神秘的科研阵容有关。所以任何球员不管你打哪个位置，小技术必须要特别牛逼，再小的缝隙再狭窄的空间你也要能把球带出来摘出来，再加上疯狂一样的防守。本赛季曼城最大的收获就是有了奥莱利。另外中锋哈兰德在进球之前呀，老 K 一直在批评他，这么重量级的比赛你就一直不能站出来，有机会也不自己打，总是传给队友。但话音刚落，哈兰德就进球了，他今天的球衣都被对方的加布里埃尔给撕碎了，但最终还是表现出了自己应有的那份硬朗。唯一的缺点就是性格太好了，加布里埃尔都已经用力用头顶你了，如果顺势一倒，那应该是对方拿牌。今天看比线我们都能发现，哈兰德对比过去的总裁 C 罗确实气质上还差一大块。虽然他本赛季平均每99分钟就能造1球，在英超球员也能排到第1了，但你的目标一直是历史级别，想成为像 C 罗像梅西这样的超级巨星，所以对比姆巴佩，哈兰德现在关键场次的发挥确实还差一些气质。不过值得一提，他的曼城队友切尔基也同样以每100分钟能够造1球的数据在英超的排行榜排名第2，所以今年曼城有了这2大杀器，如果最后真能从阿森纳那里逆袭拿到冠军，那也是情理之中。值得一提，今天哈兰德的内衣被撕碎，然后干脆脱下来送给了场边的小球迷，这一幕也十分的暖人暖心。无论怎么说吧，在对阵阿尔特塔治下的阿森纳，哈兰德是历史上第2位连续4场都能进球的球员。此前唯一做到这一点的还是若塔，是的，就是咱们利物浦已经去世的若塔。他在2020年到2022年曾经代表利物浦连续攻破枪手的球门。另外凭借今天的进球，哈兰德生涯第3次在英超单赛季造了至少30球，也是联赛历史第5多。此前就只有阿兰希勒的5次，萨拉赫的5次，哈里凯恩的4次，还有亨利的4次。今天赛后哈兰德自己也明白，他说道，其实如果加布里埃尔跟我那次顶牛，如果我倒在地上，那是因为有人真的攻击了我，那么加布里埃尔就得被红牌罚下。我不确定，我没有看到当时的情况，但事情确实是这样，我不会假摔。至于他为什么要凑到我面前，我也真不明白。我认为有许多对抗和这种事情，至于我是不是都赢得了这些对抗，就要由其他人来评判了。当然今天我进球了，我在决定性的时刻赢得了那次对抗，传中非常完美，
那是一个很精彩的进球，最终我们赢了。哈哈，是的，今天阿森纳最猛的后方领袖加布里埃尔多次缠斗哈兰德，但最后，哈兰德的制胜球也正是在加布里埃尔的防守下攻入的。所以关键还是最后的结果，这才是让人最爽的。你又气他，你最后又踢不过他。好，目前在英超的历史射手榜，哈兰德已经升到了第29位，拿到了108个进球，追平了克劳奇。而英超历史射手王则是打入了260球的阿兰希勒。赛后瓜迪奥拉说，本场比赛就是对全世界和英格兰足球来说都是最好的广告。现在我们曼城还在竞争的行列当中，但现实情况是谁现在排在联赛榜首？不是我们曼城，是谁表现得更好？是他们阿森纳。所以我们曼城还要一步一步来，我们只是收获了希望，我们依然有信心将争冠的机会延续下去，战斗到最后一刻。呱呱夺冠的经验太丰富了，在这种时候还在 stay humble， 还在谦虚，还想把更大的压力抛给阿森纳。好，今天这一场球是所有中立球迷梦寐以求的，在联赛的最后几轮，联赛第一和联赛第二积分差距不大，双方的直接较量很可能会左右最后的联赛冠军归属。那么自2020年以来，英超前2名曾经9次直接交手，第2名赢了5次，而第1名只赢了1次。这种独有的下克上的局面也让英超真的是悬念拉满。目前冲刺阶段的曼城，他们在本赛季的4、5月表现太好了，而最近的5个赛季的4月和5月英超战绩，他们拿到了34胜5平1负，这简直是超高的胜率。联赛方面，曼城的最后6个对手依次为伯恩利、埃弗顿、布伦特福德、伯恩茅斯、水晶宫和阿斯顿维拉。而阿森纳算上3月22日联赛杯决赛的输球，他们最近是输球打平又输球。他们联赛最后的对手依次是纽卡斯尔联、富勒姆、西汉姆联队、伯恩利和水晶宫。但关键是这中间还有夹着和马德里竞技的欧冠半决赛2回合。那么就像他们的当家射手泽凯赖什最后只出场了14分钟，0射门、0传球、0触球，所有的数据全部挂0，甚至这出场时间14分钟还致敬了过去兵工厂的传奇亨利的球衣号码。但现在苦涩的滋味只能由阿森纳全队包括球迷去细细的忍受和承受。赛后曼城球迷拍摄的视频中，最近爆火的水瓶哥和一大堆曼城球迷在赛后陷入了狂欢。水瓶哥是在曼城对切尔西的双蓝会中爆火的，当时多库进球3-0大比分领先后，镜头切到了狂欢的曼城球迷。水瓶哥呀，当时就拿起了印有阿森纳队徽的红色瓶子，做出了对瓶吹的动作，似乎是认准了曼城会吃定阿森纳。这超强的镜头感让他一夜爆红，老哥这次真成网红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球队不争气，阿森纳球迷真是有苦说不出。最近6场输了4场，这超过了本赛季前49场他们的输球场次。危机已经到来，危机已经弥漫整个北伦敦。那么是的，昨天陷入保级战的托特纳姆热刺战平，而今天他们保级的对手诺丁汉森林却4-1大胜。中场球员吉布斯怀特完成了帽子戏法，成为了队史在英超第3位完成帽子戏法的球员。而森林球员安德森，他的母亲本周刚刚去世，为了纪念母亲海伦，安德森在比赛前走上球场的时候，手里拿了一件印有母亲字样的球衣，整个现场的氛围非常感人。森林的球迷们齐声为安德森加油，起立鼓掌，给他送上了最温暖的支持。安德森当时也难掩悲痛，热泪盈眶，并且此前在森林队晋级欧联杯半决赛之后，诺丁汉森林当时全队也举起了印有安德森的8号和一段文字的球衣，上面写着森林全队都与你同在，对经历丧母之痛的他及时给予了安慰。好，去年的8月夏窗，当时热刺队曾经以为自己马上就能签下吉布斯怀特，但吉布斯怀特最终由于森林队老板船王的威胁，最终仍然选择拒绝了热刺，和诺丁汉森林续约了一份新合同。而今天正是吉布斯怀特打进了3个球，帮助热刺的保级对手森林队。这场3分拿下以后，诺丁汉森林已经领先托特纳姆热刺5分，而利兹联队领先热刺8分。这2个队基本上算是上岸了，最后就得看明天西汉姆联队的比赛。如果西汉姆联也取胜，他们也会领先热刺4分，那热刺的保级就真的悬了。北伦敦现在陷于巨大的阴影之中。OK， 今天的拜仁慕尼黑4-2战胜了斯图加特，提前4轮卫冕了德甲。格雷罗、雅克松、阿方索·戴维斯和哈里·凯恩分别进球，这是他们队史第34次德甲冠军。
过去来拜仁之前从来没有尝过冠军滋味的凯恩，这一下子就得了2次联赛冠军。所以很多时候不是你够不够努力，而是你的选择做得够不够好。这是拜仁他们时隔8年再次能提前4轮以上夺冠，进球数也强势的破纪录，净胜球领先了第2名整整50个。目前一线队所有的球员，除了几个门将和出场不到5场的小孩之外，其余所有人都取得了进球，酣畅淋漓。拜仁本赛季得到了利物浦的路易斯·迪亚斯之后，真是补足了最后一块拼图。正如赛后他们的主席海纳所说，连续夺冠正是拜仁的传统，联赛冠军始终是对我们最重要的。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额外的任务，欧冠和德国杯。还有我们拜仁女足将在周3庆祝4连冠，他们也会在周6迎战对巴塞罗那的欧冠半决赛。所以无论男足女足，我们拜仁的球迷完全有理由为整个赛季的表现感到自豪。拜仁刚刚经历了格纳布里突然的重伤，全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前卫冕冠军对他们来说非常重要。而主教练孔帕尼收获执教生涯的德甲50场胜利，仅仅用了64场，历史上只有瓜迪奥拉在拜仁比他用的场次更少。所以不仅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是师徒，在拜仁他和孔帕尼也是师徒关系。好，对了，别忘了今天咱们拜仁的替补门将多提一句，今天咱们拜仁的替补门将乌尔赖西，他为拜仁出战过67场德甲比赛，加上今天一共赢得了10座德甲冠军。所以一支球队既需要巨星，也需要像替补门将这样的螺丝钉。乌尔赖西的水平其实不管放到哪个联赛都能踢上主力，但他就选择在拜仁，他也是拜仁最好的2门。还记得诺伊尔滑雪摔断腿的那个赛季，也是乌尔赖西的高光赛季，整个联赛没有掉链子。还有一年17到18赛季，当时诺伊尔的新赛季旧伤复发，乌尔赖西在半决赛打皇马，只可惜第2回合有个回传的判断失误，这也是我们印象中他少有的一次失误。其实在诺伊尔伤缺的很长一段时间，每次乌尔赖西都能站出来。他当年从斯图加特转过来拜仁，心甘情愿的当2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当时刚刚转过来对斯图加特的比赛，还被斯图加特的球迷嘘了一整场，最后却戏剧性的帮拜仁扑出了点球。所以真正的拜仁球迷对乌尔赖西只有感谢。还有过去踢多特蒙德踢莱比锡的点球大战，也是乌尔赖西立了大功。好，现在德甲的冠军排行榜上，拜仁是34个冠军居首，多特蒙德、门兴格拉德巴赫都各有5个冠军排列第2，而主力门将诺伊尔是收获了个人第13座德甲冠军，追平了托马斯·穆勒，并列历史第1。最有意思的是队内的斯坦尼西奇，由于23到24赛季他被外租到了勒沃库森，随勒沃库森夺冠，所以26岁的他过去6年连续在德甲6连冠，他的职业生涯至今联赛冠军率是100%，这就特别有意思，这就事业运特别好的一个孩子。好，那么英超方面现在有一个非常奇特的情况，本轮结束以后，英超的前5名和身后的中游军团拉开了7分的距离。现在前5名曼城、阿森纳、曼联、维拉和利物浦都有很大的可能获得下赛季欧冠参赛资格，并且由于阿斯顿维拉也可能获得欧联杯冠军，那么英超的欧冠资格争夺战就会出现一些有趣的情况。基础规则下呢，英超只有前4名球队可以参加欧冠，但由于欧足联还有个 EPS 规则这个规则有额外的2个欧冠名额，授予每个赛季整体战绩最佳的联赛，所以英超获得了一个额外的 EPS 名额，可以参加下赛季欧冠正赛。由于阿森纳已经锁定前4，即使阿森纳夺得欧冠，也不会影响英超的欧冠名额分配，所以现在英超的欧冠名额决定权将在维拉手上。他们已经晋级了欧联杯半决赛，如果获得欧联杯冠军，将自动获得下赛季的欧冠正赛参赛资格，并且他们可能会最终排名英超前4。那么英超的欧冠名额不受影响，所以维拉将通过英超前4的身份获得欧冠资格，而欧联冠军身份获得的欧冠资格呢，将根据规则分配给其他球队。如果维拉成功夺得了欧联杯但最终排名呢是在英超的前5或者更靠后，那英超就可能获得6个欧冠名额。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英超的6个欧冠参赛球队分别是英超前4，还有欧联杯冠军维拉，还有没有获得欧冠资格的排名最高的球队，也就是 EPS 身份。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森林队在欧联杯夺冠，那么维拉掉出前5的话，第5名球队也可以获得欧冠资格。不过从目前的积分来看，这样的概率很小，所以只要维拉拿到欧联冠军，且英超排名第5或者更靠后，那么这种极端情况下，如果切尔西或者布伦特福德输给利物浦，
帮助利物浦反超维拉，这或许反而能帮助切尔西或者布伦特福德获得欧冠资格。过去这样的超难度的数学题只会出现在中国队的世界杯预选赛，但今年的英超真是各种情节都拉满。所以看看利物浦，今天他们靠范戴克的进球绝杀埃弗顿，凭借这场胜利扩大了和切尔西的分差。联赛现在仅剩5轮，利物浦55分稳定在第5，领先切尔西已经7分，距离获得下赛季欧冠资格又近了一步。可积分榜中段依旧是大混战的局势，第6名切尔西和第14名纽卡的差距只有4分。今天上半场第29分钟，加克波从左路一个神来的直塞球，右路的萨拉赫推射得手，利物浦1-0领先。但下半场第54分钟，埃弗顿左路传中，贝托在门前的铲射破门，1-1扳平。比赛一直到了第100分钟补时的第10分钟，角球左路传过来，范戴克队长头球破门，2-1。这次是埃及法老萨拉赫的最后一场莫西塞德郡德比，也是他最后一粒的德比进球。9年的生涯，刚来的时候鲜衣怒马少年时，归去的时候天下谁人不识君。利物浦队本赛季真是不是在绝杀的路上，就是在被对方绝杀的路上。进球的萨拉赫跟范戴克这2个老头真是看一场少一场。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今天恩古莫哈以17岁233天成为了利物浦出战英超莫西塞德郡德比最年轻的球员。他在第72分钟替补伊萨克登场，所以今天的比赛各种情节。在萨拉赫进球之后，琼斯还过来给他戴上了皇冠。这里程碑之战也是麦卡里斯特在利物浦生涯的英超第100次出场。萨拉赫已经英超联赛有193粒进球，最后的几轮能否达成英超联赛的200球里程碑呢？还有今天的绝杀王，利物浦在英超6次对阵埃弗顿打入了第90分钟以后的制胜球，这种绝杀也创了历史记录，是英超历史上单一球队对阵同一对手完成绝杀次数最多的记录。最有意思，咱们英超的角球战术，今天埃弗顿的球员在最后把自己的门将皮克福德当成了对方利物浦的科纳特在拽。这种帮倒忙，范戴克能不绝杀吗？自15到16赛季在英超上演首秀以来，范戴克联赛一共打进了29个球，是同期所有后卫的第1。所以赢了球的主教练斯洛特又开始拽起来了。他说，近8场英超我们利物浦拿了16分，我觉得世界上没人能察觉到。而你见过有几次一个队的门将接连受伤？但这却是我们本赛季利物浦的缩影。现在门将马马尔达士维利的情况看起来不太好，但应该不是属于长期伤停的重伤。斯洛特在赛后发布会还在发力，还想保住自己利物浦的主帅位置。而另一边，即将离队的老将功勋罗伯逊，他已经和热刺谈妥了2年合同，但有个前提，热刺必须保级。可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热刺保级难度真的很大呀。好，利物浦现在已经没有了门将，1门2门都受伤了。好在利物浦有3名门将，今天3门伍德曼在1-1被扳平之后的困难时刻上场。3门伍德曼的整体表现很好，而他终于在利物浦在莫西塞德郡的德比中完成了首秀，还以这样的方式取胜。伍德曼的父亲是位主教练，刚刚带队升级，带领着布罗姆利队从英乙升上了英甲，所以这个星期对他们的家庭来说也是狂喜的一周。OK， 开心一下，天王山之战。最后咱们哈兰德赛后半裸妖娆的照片火爆了整个互联网。他不仅长发披肩，表情妖娆，更有壮硕的肌肉，奇妙的气质。我相信这辣眼睛的画面一定会成为您过目难忘，哪怕10年以后都久久绕梁，成为心里面对所谓男色一种奇怪的品味和回忆。好，另一方面，姆巴佩母总的事业运不好，但情场正在收获硕果。他和西班牙当红女演员埃斯特尔·埃克波西托的恋情现在正在迅速升温，最近被拍到在一个商场里面一起喝咖啡，所以2人依旧频繁私下约会，也不再刻意遮掩行踪。在西班牙，在马德里，许多人经常看到在对外开放的露天露台上他们俩在相聚，所以这段恋情已经是稳定的发展，关系日渐明朗，成为了西班牙包括欧洲包括整个世界足坛2026年最受关注的情侣。而在马德里的另一支球队中场球员略伦特最近也公布了自己出色状态的原因，那就是长期坚持所谓原始人的饮食法，还有未婚妻给予了陪伴和支持。这种所谓原始人的饮食法呢，那么意大利面条、面包或者麦片这些加工食品一概不吃，只是吃肉类、鱼类、蔬菜，还有高品质奶酪。
牛排、鱼呀、鸡蛋呀、蔬菜呀，还有土豆、红薯、木薯什么的。当然，饮食只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未婚妻帕特里夏·诺阿尔韦。她是一位企业家，也是模特，也是健身领域有影响力的人物，拥有大学、法学和工商管理的双学位。略伦特和未婚妻确实很恩爱，在 Instagram 上一大半都有自己的宝宝和另一半。好吧，足球自有颜如玉，足球自有黄金屋。感谢大家在今天直播节目中和老 K 的互相陪伴，也欢迎您点赞、评论、热推和分享，欢迎您订阅，咱们明天见。